萧炎的伤势恢复后，又等了吞吞10天的时间，才见到后者的伤势也恢复了一大半，不过还没有彻底的恢复，但是也已经恢复到8成实力了。不过吞吞见到萧炎那完全恢复的伤势以及那股气息比起之前更加强大，着实也让吞吞都有些吃惊。萧炎，你还真变态，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不过唯一让我知道的是，你是我除了元尊之外所见过的最变态修炼者了。你已经在我的心里验证了，你乃是万年都不会遇到的绝世天骄，天命之子。吞吞前辈，莫要再夸我了，再夸的话，我怕我会骄傲。萧炎调侃的语气传出，脸上也挂着一抹笑容。吞吞也是一笑，两人也是交流了片刻之后，吞吞再度问道：萧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既然这一次没有加入神器联盟，我打算先去万兽神界，去完成祖龙托付给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对于萧炎所说，吞吞也是有些不知情，毕竟当时击败先天神之后，便是来到了古元天的某一处，寻神灵之物，结果唤醒了祖龙的一道意志。当时了解到祖龙并不是天元界的神灵，而他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3大神界之一的万兽神界，而万兽神界则是聚集大宙中所有神兽的大世界，其中有着数不胜数的神兽，而且每一种神兽都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并且从祖龙的口中得知，在万兽神界里最强的3大神兽族分别是神龙族、圣龙族、祖龙族，而有3大神兽族皆是大宙中所有魔兽以及神兽的鼻祖，不管是下等级世界的魔兽还是其他高等级世界的神兽，皆是以这3大神兽族为首。因为大宙中不管是魔兽还是神灵之物，皆是由这3大神兽族所创造，而萧炎的妻子彩铃她身为吞天蟒一族的魔兽，也正是圣龙族的圣龙所有创造。圣龙是创造魔兽为主，而祖龙乃是创造神灵之物为主。此前听祖龙讲述，虽然神龙族、圣龙族、祖龙族是万兽神界的最强3大神兽族，可他们之中也有着激烈的斗争，也就是因为斗争，祖龙还身陨，最后来到了天元界的古元天。祖龙来到天元界之后，也在这大界中创造了诸多神灵之物，也造福了天元界中的无数生灵。而祖龙之所以从万兽神界无意间来到天元界，是因为万兽神界在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神兽之间的大战乱，最强的3大神兽族中的神龙族为了彻底的掌控整个万兽神界，想要成为万兽之神，便有了野心。随后神龙族对圣龙族以及祖龙族发起了进攻，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暴乱最惨烈的神兽大乱斗。当然在这一场大乱斗中，整个万兽神界的所有其他神兽族也同样受到了影响，最强3大神兽族也是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不管是哪一方的神兽族都已经死伤无数。3大神兽族的大乱斗越来越猛烈，甚至发展到了灭族的阶段。也就在这个时候，天降一道可怕到极致的火焰，这恐怖的火焰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毁灭力量，就连神龙、圣龙、祖龙都是无比的震惊。也就是这道火焰的降临，还差点将大半个万兽神界都差点化为虚无。如此可怕的火焰能量，令得他们3大神兽族的神龙、圣龙、祖龙才恢复了理智。最终3大神兽族暂时为了眼前的危机，放下心中的野心。3大神兽族的最强3龙联手对抗这道极为恐怖的火焰。由于这道火焰的力量太过强大，3龙决定施展出万兽神界的一道神法封印，才硬生生的将这道火焰给彻底的封印起来。但也就是在这封印之力与那道火焰对抗时，直接将万兽神界的空间撕裂，形成了一道吞噬万物的黑洞，而祖龙便是被这黑洞吞噬而尽，从而阴差阳错的被黑洞吸入后，出现在了天元界的古元天之中。自此之后，古元天便是祖龙的诞生之地，也成为了天元界的最强之神，第1序列神。祖龙也得知萧炎的不凡之处，将自己的祖龙传承给予了萧炎。如果日后萧炎拜得成神之后，飞升第1等级世界，要求让其去一趟万兽神界，看看是否还有祖龙族一脉的幸存。如果有，那么就让萧炎将祖龙一脉一直延续下去，守护祖龙族。原来祖龙不是天元界的神灵，而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的万兽神界，难怪会有如此强大的大能。如果要不是祖龙的存在，我们的天元界在当时怕是早已经落入圣族之神的魔爪之中。吞吞此时也彻底知晓了祖龙的信息，他也没有想到祖龙的真正身份竟是来自万兽神界最强3大神兽族之一的祖龙族，而吞吞的来历也是与祖龙息息相关。毕竟夭夭是祖龙所创造的第3序列神，而吞吞又是夭夭的守护神兽，在这3者之间，他们有着一丝联系。了解了祖龙的一些事情后，吞吞在其中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似笑非笑地看了看萧炎，缓缓道：看来你不仅是要完成祖龙托付给你的事情，想必还要取那一道天降火焰吧。毕竟萧炎也是修炼炎之一道，而且造诣极深，远远超过了归墟神殿的那赤鸡古神对炎之一道的造诣。况且萧炎已经身怀一道神火，难道说那天降恐怖的火焰也是一道神火不成？正如吞吞前辈所想，依我的推测，差点毁灭了万兽神界一大半的世界，应该就是9大神火中的其中一火。至于是排名第几的神火，就并不太清楚了。萧炎也没有隐瞒自己前往万兽神界的另一个目的。的确，这次前往万兽神界，
也想看一看这天降火焰究竟是何等恐怖之火。当时就连万兽神界的最强三龙也抵挡不住那恐怖的火焰力量。如今萧炎想要以最快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神力修为，神火便是萧炎的最佳之物。当初吸收炼化了幻虚神火之后，成功纳入神列，踏足神之路。而这万兽神界的天降火焰，应该比幻虚神火更加的强大。不知如果成功吸收了这道神火，会让自己的神力修为提升至何等的高度。如今萧炎已经与神奇联盟结下仇恨，此前在天神山与天翼神君的那一战，自己败得一败涂的，实力相差悬殊，要不是粉老出手救下，怕是已经陨落天翼神君的手中。所以想要击败天翼神君，那么自身的实力必须要变得更强大。如果实力没提升，就算下次遇见天翼神君，怕也是会被对方击杀，并且夺取神火。所以想要报那天神山之仇，提升实力才是最明确的目标。第三序列的力量，在第一等级世界里处于最基本的神之力量，所以想要击败比须猎神更强的天位神，必须让自己的神力修为达到更高的神境领域，不然一切都是浮云。好家伙，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吞吞也发现萧炎身上的秘密似乎很多，身怀2道火焰不说，竟然还想要收服其他神火。要知道，一位神奇只能身怀1道神火，而萧炎如今已经身怀2种火焰的情况下，还要寻找收服其他神火，集于一身，如此操作不让吞吞吃惊也已经说不过去了。不过万兽神界之中的那些神兽都是实力极其强悍，都是有着不亚于祖龙，想要完成祖龙的心愿也不是那么容易，夺取那道天降火焰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再艰难的事情，萧炎也会努力去做。想要变得强大，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自己也必须付出一些代价，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看到萧炎那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的模样，吞吞似乎也看到了当年元尊的样子。那时候的元尊也是如此，离开天元界去追求更强的神之力量。如今自己飞升第1等级世界，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能找到元尊。毕竟吞吞已经有着5万年没有见到元尊了。当初想跟随元尊和夭夭身边，奈何他的实力还只是准神境，无法飞升第1等级世界。而现在他已经成功纳入神列，成为一方神奇，飞升第1等级世界，为的就是找元尊的踪迹。过了这么久的时间，都没见元尊重新回到天元界，这让吞吞对其更加的思念。此时吞吞的目光望着遥远的天际之上，在那里仿佛能够看到元尊和夭夭的身影。只不过吞吞知道，那只是自己思念所化。吞吞摇了摇头，让自己变得清醒一些，再度看向那天际上时，只有碧海蓝天，并没有元尊和夭夭的身影。但在吞吞的心里已然决定，这一次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找到元尊和夭夭的踪迹。不愧是天命之子，我在你身上感应到了，在不久的将来，你必定会成为大纣的佼佼者。吞吞从见到萧炎的那一天起，就知道此子不凡，必定会有着强大的气运。而如今已经慢慢的看到，在萧炎的身上与别人的不同之处。萧炎也是微微一笑，的确，自己身怀地炎圣火和幻虚神火，再加上那道变态的焚诀功法，自己不强大也说不过去了。吞吞前辈，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前往万兽神界。既然你与祖龙有些联系，那么那里或许也有着能够让你变强的一些机缘。萧炎对着吞吞一脸正色道。后者一听也没有否认，夭夭是祖龙所创造，那么自己又是夭夭的守护神兽，在万兽神界或许还真的有自己的一些机缘也说不定。萧炎和吞吞也想看一看祖龙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前听祖龙说起过，第1等级世界分为3大神界：诸神万界、无量神界、万兽神界。而此时他们所在的位置在一处距离万兽神界的不是很远的大陆上，而在第1等级世界的大陆都被称之为神之大陆。虽然第1等级世界分为3大神界，在神界之内有着无数座神之大陆，但是在咒海之中也有着一些稀少的神之大陆，而这些神之大陆则是在咒海之中所诞生，其中一般不会有生灵的诞生，毕竟没有神界法则力量的保护。这些咒海中的神之大陆极其的危险重重，但其中却是有存在一些大咒中极为稀有的至宝或者是神器也说不定。而此前的天神山也是在咒海中所诞生出来的神之大陆，只不过有神器联盟这等巨无霸作为支撑，就将这片神之大陆建造出一方独立的世界，供许多神奇生存其中。如此可见，这神器联盟的底蕴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小子，此前我将你们从天神山救出，就无意间锁定了此处的空间节点，所以刚好与你接下来要去万兽神界也极为的相近。按照目前你们的实力，需要花费2个月才能抵达。粉老的声音无处不在地传入萧炎的脑海中。2个月，如此相近，还需要2个月？萧炎问道。你可不要小看第1等级世界，这里的世界既然被称之为神界，自然不是第2等级和第3等级能够比拟的。第1等级世界的广阔已经远超第2等级世界的数十倍，我能够在短时间内撕裂第1等级世界的空间裂缝，将你们从天神山带到这里，已经让我消耗了大半的神魂力量，所以这段时间我会在焚诀空间内恢复神魂力量。粉老回答道。听着粉老的话，萧炎显然有些一惊，此前借助他的力量也没能有如此大的消耗，此时仅仅只是撕裂空间瞬移别处，竟是让粉老
有着如此大的消耗。见到萧炎那疑惑的样子，粉老继续解释道：第一等级世界不同于其他等级世界，这里乃是大宙的最高等级世界。想要撕裂空间，从如此遥远的天神山，在一刻间撕裂空间，再带着你们2人来到这里，就算是天意神君都做不到。毕竟神界的空间有着特殊的法则力量保护，并不能让神奇随随便便的撕裂空间。如果一旦撕裂空间进行不同位置的锁定瞬移，就会必须付出相对等的代价。而能够做到撕裂神界空间进行瞬移到其他神之大陆上，至少实力达到5重天位神才能做到这般。闻言，萧炎直接是震撼当场。见到粉老这般解释，才明白第一等级世界的空间竟是有着法则力量的保护。如果想要抗衡第一等级世界的法则力量，就必须拥有5重天位神的实力，方才能够与之短暂的抗衡。如此一来，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粉老的实力至少都是在5重天位神之上。而且此前粉老就说过，他施展出3重天位神魂力的时候，才不到全部力量的30%。按照推测，那么粉老的实力必定在天位神中都是属于巅峰般的存在吧。想到这里，萧炎暗自窃喜，没想到自己身边竟是有着如此一位天位神巅峰的神奇保护，心中的那一份安全感更是无比的十足起来。以萧炎目前的实力来说，因为天位神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过遥远了，更不要说达到天位神巅峰那等领域了。所以想要达到那样的神境高度，怕是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在这期间，还需要诸多的神元之气和修炼的机缘才行，不然仅仅靠着神元之气也很难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蜕变。对于萧炎而言，想要提升神力修为最快的方法就是收服神火，而万兽神界的那一道天降火焰，想必也就是9大神火之中的一火。有了对新力量的渴望，萧炎也不再浪费时间，既然已经伤势痊愈，那么只能立即启程了。虽然在粉老的帮助下，已经来到了距离万兽神界最近的神之大陆上，但是还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如果换作是萧炎自身的实力，从天神山前往万兽神界的话，则是需要花费2年的时间。如此可见，对于神界空间的瞬移是多么的强大了。难怪就连粉老这等强大的存在，都要消耗一大半的神魂力量。紧接着，萧炎和吞吞刚欲离开这座神之大陆时，便是收回刚迈出的步伐，尴尬的给粉老传声道：粉老，万兽神界具体在什么方位？粉老淡淡一笑道：你只要沿着这座神之大陆的最东面一直飞行，就能够看到万兽神界的壁膜。但是在这之前，我发现了这座神之大陆中竟然有着几道强大的气息，似乎正在激战。萧炎有些讶异，来这神之大陆前，他就已经勘察过，这里并没有任何生灵，就连花草树木都无法生长，难道还有什么人生存在此处不成？但在我看来，那几道气息之中有2道气息，似乎有些不同于寻常神奇。你们要不要去看看？说不定还有着一些机遇，也说不定哦。粉老喃喃道。既然是粉老这样说，萧炎也没有拒绝，然后收回心神，对着一旁的吞吞说道：刚刚我用主镜灵魂探测了一下这片区域，发现在万里之外的一处区域里，发现了有几道强大的气息，咱们前去先看看。当然，自己体内存在着粉老的事情，萧炎也并没有向吞吞透露，不是不想告诉吞吞，而是粉老的身份特殊，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粉老的话，不管是对他人还是自己都会不好。既然焚诀拥有如此变态的力量，自然在这浩瀚广阔的神界之中，难免会有一些强大的神器窥视，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完了。吞吞点点头，然后化为祖韬之体，纵身一跃，直接朝着万里之外的区域飞去。萧炎则是站在了祖韬之躯上，有了吞吞这等神兽飞行，萧炎也会节省很多时间。此时在这片神之大陆的另一处区域，这里竟是有着一片茂密的森林，而在森林之外是一片清澈的湖泊，而在这湖泊中有着几道身影相互争斗，其中一具雪白动体，还有着犹如瀑布般的青丝在绝美的脸颊上铺散开来。就算是见了很多美人的男人，在此刻若是看一看这名女子的话，心中也会不由自主地涌上一种惊艳之感。她身穿紫裙，紫裙覆盖下的身姿曼妙，柳腰长腿，可谓是霸道。她的气质温润柔和，有着那如火明艳的红宝石，也有着沁人心脾的温润阳之玉。天鹅般优雅的雪白脖颈，精致的锁骨，显得纤细而又性感。眼前这个女子，如果要论其美丽程度的话，竟然也不输轩儿和彩铃二女了。而在其女子身边的另一道身影，正是放出极为可怕的力量，抵挡住对面3人的凶狠攻势，但其脸上依旧挂着笑眯眯的笑容，望着他的强大对手。那是一位男子，他有着清秀的面庞，脸庞上的笑容颇为的和煦，模样也是清秀英俊，有着一番气度，显然出身不凡。激战还在持续着，不仅那男子实力强悍，就连刚刚那名惊艳女子也开始出手，在其光洁眉心间有光芒绽放，隐约间有着奇异之声传出，那声音似龙吟，似凤鸣。下一刻，他的神之力量伴随着某些神秘的气语猛然呼啸而出，最后直接轰击在了那3名的身躯之上，连抵挡都抵挡不住，被这名惊艳女子一击，那3道身影直接被硬生生的震退了开去。待着他们抬起头的时候，多了一抹震惊之色，显然被眼前的这名惊艳女子的力量给震慑住了。他们的神体乃是神兽之躯，竟然被对方的一招给震退，并且传来一丝疼痛的感觉。
他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神之力量？不仅神之力量强大，而且在他的神之力量中还有着一道神秘的气运，就是这道气运将我们陷入了被动。女子悬浮在湖面之上，大紫裙轻摆，宛如一尾红鲤一般。一旁的那名清秀英俊的男子见状，则是一脸得意的笑道：没想到我家的妹妹竟然发怒了，看来你们3位今日是死定了。而那3名男子并没有因为刚刚被震退而失去睿智，其中一名实力更强上一丝的男子沉声道：我们只要那名祖兽族之人的精血，你们为何要阻止？闻言，惊艳的女子目光看了看不远处已经受伤不轻的一只神兽之人，她趴在湖水的岸边上，气息极为的微弱，似乎已经被其拿走了本命精血。把本命精血还给他，不然我将让你们付出惨重的代价。虽然这名惊艳女子的声音不大，但语气之中带着一股冷冷的杀意。听到惊艳女子的这句话，那3人的身体都是猛地一颤，他们的实力也很强大，只不过在面对这名惊艳女子的时候，竟是有些不由自主的害怕。想要我们交出祖兽族之人的本命精血，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炼化了精血，我们的实力将会有着巨大的提升。此刻，就算要鱼死网破，也不能将已经到手的祖兽族之人的本命精血交出来。看来你们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既然如此，废话不多说，先解决掉你们3位。见惊艳女子话语落下，一旁的那名英俊男子笑盈盈地将身影退至千米开外，因为接下来他的这位妹要施展大绝招了。见到对方似乎要认真起来，那3名男子也不敢怠慢，直接将自身全部的力量与底牌施展而出。随着强大的神之力量开始弥漫这片天地，令得下方的湖水都沸腾起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气运之力。惊艳女子在下一刻双手结印，整个天地在此时疯狂地震动着。只见得在其周身有着非常神圣的神之力量不断的散发，其中有一道神秘之气正在升腾，那气息凝聚间，渐渐地形成了一只巨龙盘踞。那道巨龙散发着无尽的神圣之感，威严无穷，犹如天威，让人难以触及。千米之外的那英俊男子感受到那巨龙的出现，在那巨龙上面，他感受到了一种极为的熟悉的气息，那是圣龙气运。除了神之力量，还有气运力量，而一旦拥有气运的力量，结合神之力量，那么所爆发出来的攻势将会不亚于神迹，甚至更强大无比。气运不是后天修炼而来，而是修炼者在出生之时就携带气运。天有异象，紫气蒸腾，龙气缠身，龙吟震天地，便是圣龙气象，未来可入更高的神境领域。巨龙俯视下来，那漠然的龙目注视着对面的那3位男子。下一刻，圣龙气运发出低低的龙吟声，龙嘴一吸，只见那3名男子的身躯竟是直接被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所束缚，任凭他们如何释放神之力量抵抗，皆是没有效果，并且被圣龙气运锁定。就算实力很强的神奇，都会被其中重伤甚至陨落。在3人那惊恐的目光中，连呼叫的机会都没有，便是有着一缕缕神秘之气再度升腾而起。最后那3名男子直接被圣龙气运所吞没。最后虚空上的圣龙气运消失后，也没有出现那3道男子的身影，怕是已经陨落在惊艳女子的手中了。没想到在圣龙气运的攻势下，对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能鱼死网破了。然后3滴红色精血悬浮在惊艳女子的手中，隐隐间有着极为强大的神兽气息悄然散发而出，想必这就是刚刚所说的祖龙族之人的本命精血了。远处的那名英俊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道：我这位妹还是这暴脾气，只要发起脾气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看着那3名男子消失的身影，英俊男子这才从远处一个闪现掠来，下一刻就出现在那惊艳女子的身边。妹，你对圣龙气运的掌握似乎更加强大了。英俊男子笑眯眯的道：这是他们找死，竟然打主意打到祖龙族之人的精血上面。还好这次我们出来被我们遇见，不然这名祖龙族之人怕是今日就陨落这里了。惊艳女子边说边移动身躯，来到了那重伤的祖龙族之人身边，当即双手一动，将手中的3滴红色精血直接射入他的眉心之中。随着本命精血归位，一股神兽的强大能量开始在其体内疯狂地扩散开来，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恢复伤势。原本那奄奄一息的气息也瞬间充满着一线生机。这3人是哪一方神势力之人，竟然把主意都打在祖龙族之人的身上？见祖龙族之人的气色恢复，惊艳女子才松了一口气，旋即对着一旁的英俊男子开口道：英俊男子思索了片刻之后，缓缓回答道：根据他们的修为路数和强大的神体可以看出，应该也是来自万兽神界之中，至于是哪一方神兽一族，便是不得而知了。根据一些线索，这名男子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刚刚自己与3名交手时，竟然能够挡住他的灵力攻势，而且其神体更是超越了人类的极限，能够达到这般防御力的神体，除了万兽神界的那些神兽一族，他也无法找出其他神势力能够拥有如此的强大神体。既然都是万兽神界的神兽，为何要对祖龙族之人夺取本命精血？难道说在万兽神界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惊艳女子此时也有些疑惑起来，毕竟如果要说最团结的生灵，非这些神兽莫属了，因为他们
乃是一个大型群体，虽然说之中也有着神兽之间的斗争，但是祖龙族乃是万兽神界的最强3大神兽族之一，如今竟然对最强之一的祖龙族之人下手，怕是祖龙族在万兽神界中必定发生了什么变数。妹，此事我们回去先禀报娘他们吧，毕竟这是万兽神界内部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好直接去干涉。那名男子还是非常冷静的轻声道。闻言，那女子也是微微点了点头，因为关系到整个万兽神界的时候，他们2人可做不了主。不过他们会将今日之事告知他们的娘亲。然而就在话音落下这一刻，那名男子突然对着某一处大声喝道：“出来吧，你们2位应该也听够了吧？”哥，难道这里还有人藏着？这让的一旁的惊艳女子都是有些不解。如果有人一直在附近，为何她没有发现？而早就抵达这里的萧炎和吞吞见到这一幕，面色顿时微微一变，身形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要冲出去，但下一瞬，他的身体便是陡然顿下，因为他见到那名英俊男子竟是对着他们这边的方位伸出了手掌，对准了萧炎吞吞2人。